一個基金上半年淨賺439%，一個月之後股票投資組合被整批賣走。另一邊廂，韓國一隻2倍槓桿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 ETF 掛住 SK 海力士，由高位跌超過80%。今次係咪代表人工智能即係 AI 故事玩完，定係故事未死，只係槓桿先爆？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亦都要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好，今日我想講嘅係一周之內兩場情景覺察嘅反諷，一邊係美國 AI 神童基金爆倉，另一邊係南韓散戶槓桿 ETF 重傷，再加埋香港同 Stephen Roach 再開火。表面睇三件事好似無關，但其實係同一部機器嘅3個齒輪敘事推動，槓桿放大，再加地緣同管治信任折價。講到尾，市場最危險嘅位唔一定係故事錯，而係你用幾多槓桿去相信個故事。好，先講 Leopold Aschenbrenner 呢單，主角係一個前 OpenAI 研究員，24歲，19歲就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代表。佢創辦嘅基金叫 Situational Awareness， 呢個名今個星期變成最大反諷。因為一個叫情景覺察嘅基金，偏偏對自己賬簿風險似乎最無情景覺察。呢隻基金有幾誇張？2024年底佢由大約2.25億美元起步，到2026年年中已經膨脹到大約200億至240億美元。美國財經媒體 CNBC 仲報道，基金7月初一度大到450億美元，截至6月底上半年淨回報係439%，聽落好似神話，但6日之後神話就變成保證金追繳 Margin Call。7月24號，英國金融時報睇到一封投資者信，Aschenbrenner話基金並非免疫於呢場拋售，但佢同時話呢個係2025年初以嚟其中一個最好嘅買入窗口。信件附言仲邀請客戶喺8月1日加碼，結果6日之後佢自己先被強平。高盛、摩根大通同美銀3家主要經紀商對佢大約4倍槓桿嘅組合發出 Margin Call， 成個投資組合最後成批賣俾 Citadel。好，呢度最硬核嘅部分其實唔係 AI， 係槓桿數學，借錢放大壓住，英文叫 leverage。4倍槓桿代表咩？如果核心持倉跌 25%， 投資者本金已經可以被抹走，而現實比 25% 更殘忍。基金第一季末嘅大持倉包括 Nebius、Santis、Micron 同埋 CoreWeave 呢4隻股票，本月全部跌超過 35%。簡單嚟講，你用4倍槓桿，一個 30% 跌幅就等於權益蒸發 120%。你唔係單純輸清，你係可能欠券商錢，然後就進入反身性 reflexivity， 股價跌啦，銀行要求你補抵押品，市場一聽到咧你要補抵押品啦，就開始估你要沽貨，股價再跌，銀行再追，你被逼再沽，呢個就係向下螺旋，故事可以慢慢建立，但槓桿爆起上嚟，速度係上去時嘅幾倍。呢單仲有一個重點，就係私人資產點解保得住？ Aschenbrenner 最後保住咩？一筆大約50億美元嘅 Anthropic 股權，同埋一個日後以私募投資載體運作嘅基金。原因好簡單， Prime Broker 可以追繳公開股票，因為公開股票每日有價格，可以每日重新估值，但私人公司股權冇每日市價，冇辦法連續重新標價，所以唔會用同一種方式被 call。換句話講，摧毀佢公開賬簿嘅係透明同流動性，救翻佢一部分身家嘅反而係不透明同埋冇流動性。有報道指 Citadel 接手之後呢， Situational Awareness 總資產大約100億美元，比出售之前縮水 50%。 呢度我要講一句，網上有好多陰謀論話 Citadel 係趁火打劫，甚至話佢製造恐慌再抄底。社交平台 X 上近都有呢類講法，但我唔接受呢種廉價敘事。可以確認嘅事實其實更簡單，一個細團隊用重槓桿壓中 AI 基建故事，市場一轉向，一家更大嘅機構就接走殘局。真相好多時冇反派，只有 margin。而最諷刺嘅係 Aschenbrenner 本身就係故事高手，佢2024年寫嘅長文同樣叫 Situational Awareness， 核心講法係通用人工智能 AGI 可能好快降臨，美國如果唔領先，就可能同中國爆發更大衝突。呢套故事好宏大，亦都好有感染力，但能夠寫出最動聽故事嘅人，往往最相信自己個故事，於是風控就最容易被放埋一邊。智商稅嘅收據上簽名好多時就係最聰明嗰個人。好，講完明星基金，我哋轉去南韓，呢度係散戶版本，而且更加刺眼，因為政府都有份遞上把刀。今年5月27號，8家資產管理公司推出16隻產品，掛住三星電子同 SK 海力士，包括單一股票槓桿 ETF 同埋反向 ETF，
結果好快就失控，超過13.8萬億韓元，即係大約92億美元。散戶資金湧入呢16隻產品，但係大部分產品已經錄得20%至30%虧損，市場即刻進入恐慌。問題唔係單一產品咁簡單，而係韓國市場本身太集中。喺美國，就算係 NVIDIA，佢嘅槓桿 ETF 推出時，NVIDIA 佔指數都只係2%至3%，但喺南韓，三星電子同 SK 海力士合計市值權重大約51%，成交額佔比由推出前大約30%飆到推出後44%。兩間公司仲大約佔 Kospi 200嘅65%，係一個由兩隻股票主導嘅市場。推出雙倍槓桿單一股票 ETF， 等於喺火藥庫入面免費派打火機。再講 Daily Reset， 即係每日重設，呢個係好多散戶最唔明嘅位。槓桿 ETF 追蹤嘅唔係長期2倍回報，而係每日2倍回報。資產管理人每日收市前要重新平衡倉位，維持槓桿比率。當股價跌得急，基金就要機械式拋售，於是出現惡性循環。股價跌啦，投資者被追孖展，被逼平倉，平倉再壓低股價。ETF 又要每日再平衡，再機械式沽貨，下跌就被放大。呢個唔係恐慌情緒咁簡單，係產品結構本身逼市場喺最差時間沽貨。7月初，南韓股市未償融資餘額升到29.2萬億韓元，即係大約206億美元，創歷史新高。然後崩盤好快嚟，有報道指 Kospi 連續2日觸發熔斷，呢個係歷史上未發生過。2個交易日跌大約16%，比6月高位跌大約40%。最荒謬係 SK 海力士報告季度營業利潤大升557%，係公司史上最好一季，股價仍然收跌9.6%，即係話基本面好消息都頂唔住槓桿沽壓。而監管呢？老實講，呢度最值得批判，監管機構其實一早知風險。產品上市前一日，即係5月26號，監管發出新聞稿，罕有地寫滿風險警告，措辭好似煙盒健康警告，明知係炸彈，最後都照批。到爆咗之後，財長具潤哲道歉，議員當面批評，話個國家變成賭場，仲話係政策失敗。事後補救包括收緊規則，設定20%組合上限，提高保證金要求，收緊投資者交易規則，亦都禁止推出新嘅單一股票槓桿 ETF， 最低存款要求3倍提高到3000萬韓元，即係大約20300美元。問題係先批准一部波動放大器，等佢搞傷散戶之後，再鞠躬道歉。呢種監管比 Actionbrenner 嘅4倍槓桿更要被追究，因為基金輸嘅係自願入場合格投資者嘅錢，但韓國呢一刀割嘅可能係退休金，亦可能係月供式散戶資金。仲有一個值得問嘅問題，摩根大通話槓桿 ETF 嘅 unwinding 已經100%完成啦，總規模由6月底500億美元高峰急縮到170億美元，但一個5星期內由歷史高位跌40%嘅市場，真係只係普通修正，定係韓國版散戶槓桿牛市本身已經被正偽？好，講完南韓，我哋再拉高一層，點解 AI 故事會喺7月突然咁脆弱？答案唔係單一新聞，而係產業週期同宏觀需求同時亮紅燈。高頻寬記憶體 HBM 係今輪 AI 資本開支嘅直接受益者，但正因為佢升得最急，佢亦係週期最陡斜嗰一環。宏觀經濟需求端裂縫。今個星期由中國數據點破，中國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6月50.3跌到7月49.2，低過經濟學家預期，亦係2026年2月以嚟首次跌入收縮。更值得睇嘅係分項，新訂單由51.2急跌到48.5，新出口訂單亦都由50.1跌到49.6，建築業 PMI 跌到47嘅紀錄低位，服務業指數跌到新冠初期封城以嚟最弱，綜合 PMI 跌到49.3，係2022年疫情結束以嚟最低。呢度有一部分原因係 front loading， 即係提前搶運。6月對美出貨升14%，帶動整體出口升27%，係近5年最快。因為企業趕喺美國更高關稅前出貨，但搶運嘅訂單7月就要還，呢個係最基本嘅資產負債表算術。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口徑話疲弱係因為之前增長高基數，同埋部分行業傳統淡季，又強調裝備製造業 PMI 有51.4，高技術製造業 PMI 有53.3，明顯高過整體。呢啲因素當然存在，但問題係如果高技術新動能真係咁強，點解新訂單可以單月跌2.7個百分點？點解內需同地產拖累可以令綜合 PMI 創幾年低位？將周期性需求下行包裝成結構轉型陣痛，會遮住真正問題，就係消費長期被壓抑，逆周期政策又受債務約束，連政治局會議都承認經濟面對困難同挑戰，市場就更加唔應該自欺，再將呢個放返 AI 供應鏈。Actionbrenner 組合裏面正好有 SK 海力士，而南韓又係全球記憶體重鎮，報道指佢核心持倉包括 Nebius、SanDisk、
Micron 同 CoreWeave 今個月各跌27%至54%， Nasdaq 100跌超過10%，南韓嘅 Kospi 更加蒸發約1/3市值。呢個就係金融版嘅武器化相互依賴，美國嘅雲，南韓嘅記憶體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嘅內部需求，全部透過同一批股票綁埋一齊，一環斷裂，全鏈都可以 margin call， 修昔底德陷阱，講嘅係霸權同挑戰者嘅衝突。但今次 AI 狂熱揭示嘅係敘事層面嘅修昔底德陷阱，中美都用一套存亡故事去推動資本開支，美國趕唔領先就出局，中國趕唔自主就被卡脖子，資本市場就用槓桿將呢套地緣焦慮證券化。當一個24歲研究員嘅槓桿倉可以牽動首爾交易所，敘事傳導速度已經快過實體經濟可以承受。好，而家鏡頭拉返香港呢個位最切身。Stephen Roach 羅奇上個禮拜喺 Project Syndicate 發文，題目係 Yes,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， 意思係舊香港已經完結。佢最辛辣嘅論點係針對香港首次公開招股，即係 IPO。香港2025年同2026年初重奪全球 IPO 第一，但羅奇話呢頂皇冠主要由內地企業撐起，有估算指寧德時代、立訊精密、智譜 AI、Momenta、瀾起科技呢類內地企業佔近期集資總額高達90%至95%，所以佢嘅結論係香港唔再係繁榮嘅全球 IPO 市場，而係中國發行人嘅主要平台。佢亦點名法治，話香港最大制度優勢已經被嚴重削弱，尤其係2020年北京繞過立法會強加國安法啦。香港官方點回應？署理財政司司長黃偉綸反駁，話羅奇認為香港根本轉變，傳統特質同競爭優勢受侵蝕。呢啲批評啦，部分似乎係對中國有偏見，而唔係客觀分析。佢亦都強調香港會用經濟表現同未來發展展示實力。官方舉嘅數字包括2026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升 5.9%， 係近5年最強。6月總出口值按年升 53.4%， 進口升 45.4%， 數字未必錯，但問題係數字點樣解讀？7月24號，即係羅奇發文第二日，港交所上市規則修訂即時生效，核心係放寬同股不同權架構，即係 WVR 發行人市值門檻由400億港元腰斬到200億港元，如果配合收入門檻就降到60億港元啦。市值400億港元嘅公司，最高同股唔同權投票權比率可以放寬到20:1。官方口徑係提升上市制度靈活性，鞏固香港作為首選上市地。但問題係呢套放寬到底係復興香港嘅獨立定價權呢，定係進一步綁死中資敘事？當你降低門檻、放寬同股不同權、開放保密提交，全部都瞄準同一批內地新經濟公司。羅奇話香港變成中國發行人平台，政策本身其實冇反駁到，反而某程度錯失咗。更關鍵係官方回應方式，用對中國有偏見去回應數據批評，其實正中羅奇下懷。羅奇自己都話，香港官員用近乎 Trumpian 嘅方式撲向佢嘅論點，即係用唱衰、反華呢啲標籤代替分析式反駁。呢種反應正正暴露出誘因扭曲、言論空間收窄同埋急於表態嘅病字。官方最中意引用股市反彈，羅奇早已有伏筆，佢承認受管理嘅股市升幅超出佢預期，但恒指仍然比2021年2月高位低大約20%。我嘅睇法係，一個真正自信嘅國際金融中心，面對批評最好方法係打開賬簿，等數據自己講嘢，而唔係即刻扣帽子。用政治正確回應金融質疑，本身就係最昂貴嘅信任折價。不過我亦唔會一面倒幫羅奇背書。金融中心本來就係中介，紐約服務美國腹地，倫敦服務英國企業，新加坡服務東南亞，香港服務內地腹地，唔等於必然淪陷。中資佔比高，可以係依賴，亦可以係稀缺嘅 connectivity。羅奇自己往績亦都唔穩定，佢2025年一度改口，承認1年前預言香港衰亡係錯，又話中美貿易戰對香港更多係機會，唔係威脅。到而家又掉頭，一個立場反覆嘅預言家。佢話舊香港已死，同樣要打折。真正問題唔係香港會唔會死，而係香港角色點變。如果香港由東西方之間嘅雙向中介收縮成中國通往 Global South 嘅單向平台，呢條護城河到底係變闊定係變窄？好，收翻埋一齊睇。今個星期3個現場其實講緊同一件事，敘事日價崩塌，槓桿放大器，再加地緣同管治信任折價。Ashton Brenner 證明英雄敘事可以6日之內由439%變成強制平倉。南韓證明政府背書嘅金融普惠可以變成波動放大器。香港就喺辯護戰入邊暴露自己嘅定位焦慮。三者共同教訓係政治正確同英雄敘事都係危險槓桿。政治正確會遮住結構問題，英雄敘事會放大回撤。當敘事被質疑嗰一刻，兩者都會一齊 deleverage。對投資者嚟講呢，我會留意3件事。
一係降低敘事倉位。當一個基金叫情景覺察，但係自己爆倉，你就知道故事越好聽，越要小心。二係審視槓桿兩種形態，一種係產品槓桿，例如韓國 ETF 嘅 Daily Reset， 另一種係地緣槓桿，例如供應鏈嘅武器化相互依賴，兩者都會喺你最需要流動性嗰刻突然消失。三係重新定價中間人角色 ，Citadel 呢類執殘局嘅中介，同香港呢類連接中資同國際資本嘅中介，喺多極世界入邊，日價同折價都會劇烈重估啦。至於下一個爆點係邊，我嘅判斷係未必係 AI 敘事本身。Ashton Brenner 核心論點，即係 AI 需要大量晶片、記憶體、數據中心同電力，喺科技業界仍然被廣泛認同。真正危險嘅係下一個將正確敘事4倍槓桿化嘅載體，可能係另一批亞洲槓桿產品，可能係中國政策喺債務約束下被迫轉向，亦都可能係中美人才同資本進一步脫鈎。至於香港，如果唔能夠誠實面對羅奇式質疑，只係忙住表忠同擦鞋，折損嘅唔會係 GDP 數字，而係比 IPO 排名更貴嘅資產，就係國際社會嘅信任。信任係一種資產，一旦被 margin call， 可能再冇抵押品補得返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啦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